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军事故事、军贸故事、军迷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14章巴铁，印巴边境的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摘要：在海德拉巴见到了桥肚里的两位太太，很是羡慕啊。与想象的不同，桥肚里介绍了在巴铁要如何娶两位太太的种种风俗。对于我这个未婚青年来说，两位浓眉大眼、身材丰腴的太太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国际政治领域没有真正的所谓正义或道义，只有规矩和利益。我国从建国开始就广交亚非拉穷国朋友，撒出去的钱也不少，也应该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放眼全球，按照某些反华媒体冷嘲热讽的说我们身边只有一个盟友巴铁，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不像那些浅薄的反华媒体说的那么简单。一个好汉三个帮，天下无处不通共啊。正文：雷达场站这个东西，安装调试和维护保养的时候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平时运作正常的雷达场站，无论大小，一般2个人就足够应付了，除非还要有数据处理功能、指挥功能或者是防御功能。桥肚里的雷达场站有一部分具有海事指挥功能，因此人数稍微多了那么一点。但是算起来，总共也只有3个班的人全职负责这个雷达站，剩下的主要还是场务工作和码头附近的海事指挥。因此桥肚里跟我们差不多清闲，他也收了几个徒弟，加上他跟小王差不多一样的开朗性格，所以那边总是少不了欢声笑语。刚刚轻松了1个星期，接到港建指挥部的消息，巴方请求一个技术支援，地点在巴基斯坦东南部靠近印巴边界的科克罗巴尔。有活干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我这个人也比较怕闲得慌、劳碌命，但是我不是部队编制，出去做事要等我们厂联络处给我指令才行，这也是我们的纪律、我们的规矩。巴方的请求，中方肯定非常重视，直接找到了总参，然后给我们厂下达了指示。晚饭的时候，江处长就找到了我，让我跟苏拉瓦底将军联系，马上出发。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苏拉瓦底将军的办公室，也想顺便了解一下那边的实际情况。苏拉瓦底将军也不是太清楚那边的实际情况，毕竟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他只是告诉我，巴基斯坦军方对瓜达尔雷达场站非常满意，科克罗巴尔对巴基斯坦非常重要，那边如果有故障，就尽量立即修复，如果能够升级，那是最好不过了。希望我给一些建议。我呢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需要带着我的二徒弟桥肚里一起过去。苏拉瓦底将军当时是有些犹豫，我看得出来，所以马上我就安慰他，跟他解释，因为小王会留在这里面，所以有什么问题都立马可以解决，没有问题的。所以苏拉瓦底将军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让他的秘书跟我们一起过去。一方面可以协调衣食住行，更主要的是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是保密级别相对较高的雷达场站，是要特别放行才能够进入。秘书联系了军队，第二天早上飞到距离科克罗巴尔比较近的一个机场，或者我们当天下午坐民航飞机过去海德拉巴，然后从海德拉巴坐汽车过去科克罗巴尔。我知道桥肚里一定是非常想回家看看，而且2种方式到达的时间都差不多，于是我就跟秘书商量，决定下午飞海德拉巴。海德拉巴位于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东岸，是信德省的首府，是一个大概有150万人口的城市。桥肚里的家位于海德拉巴的市中心附近。我们到了机场，刚刚出了安检，他的2个老婆就带着3个孩子出现在出口那边等着迎接他了。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只热闹了一会儿，桥肚里就回到了我们身边，一定要跟我们住在军营。这我就不明白了，都已经回到了海德拉巴，为什么就不住在家里呢？桥肚里说，其实巴基斯坦的军队也是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是讲究尊严和纪律的部队。他说，能够看老婆孩子一眼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他出来是执行任务的，不是来休假的，当然要住在军营里边，这样也有利于第二天的出发。他还反问我，如果是在中国，如果我碰到他这样的情况，我会住在哪里？我跟他说，如果是中国军人，那估计跟他的做法一样，甚至可能都不会通知家人。但是呢，我不是军人，
我也没结过婚，我也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呢，当天晚上在军营里边，我们又聊起了这个事情。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我就开诚布公地问了乔杜里。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但是从男人的角度，对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没有什么反感。听说在伊拉克，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巴基斯坦可以娶2个，那是怎么做到的呢？乔杜里听了就笑了，笑得很开心。他告诉我，巴基斯坦法律允许最多可以娶2个老婆，并非一定要娶2个。其实大部分巴基斯坦人还都是一夫一妻的，像他这样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娶2个老婆的前提是娶第2个老婆的时候要必须得到第1个老婆的同意才可以。由于2个老婆拥有同样的权利，包括子女的继承权，因此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之后第1个老婆同意再娶第2个老婆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巴基斯坦的国土大部分都是山区，以前好多人都是做生意的，常年奔波于不同的市镇，游走于不同的商路，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老婆，也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一个方法。在那个时候，几个老婆虽然彼此都知道，但是通常一辈子都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也有一种情况，因为各种原因，兄弟可能去世了，但是他的老婆孩子也需要有人照顾。这样的情况，那他的老婆就会嫁给他的兄弟，就算没有同房，也是合法的夫妻，享有相同的权利。在另一个方面，这其实也可以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乔杜里的情况也类似这种，他的第2个老婆是他父亲好友的千金，由于父亲好友因病早逝，而女儿还在上学，并没有婚配，就在毕业后嫁给了乔杜里。而且他的2个老婆都是年轻时的闺蜜，彼此都是认识很熟悉的。她嫁给乔杜里也算生活有了依靠，有了归宿。其实呢，这个事情我还真不是特别关心，反正当时我自己也没什么钱，也不会有什么继承权啥的烦恼。我非常好奇的是，乔杜里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乔杜里听之后猥琐地笑了起来，说小王早就问过他了，还说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乔杜里说绝对不会有3个人睡一张床的那种情况的存在，因为他的家境很好，虽然在一个院子里边，但是2个老婆都有自己的房子，晚上住哪边的房子，他要事先跟他们商量才决定。看见乔杜里轻描淡写的说这个事儿我直接把他怼回去了。我就说，我问你，今天你不想回家，是不是因为不知道选择去哪边睡呢？乔杜里说，那真的不是，大家都习惯了，不会有选择的困难。他还告诉我，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有2个老婆的家里至少都是1个老婆1个房间，不会有大家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情况。他说他也知道，在中国，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有钱人包2奶的现象很多，但是呢，在巴基斯坦，有钱人都是一夫一妻，家里有困难了才会出现有2个老婆，而且很少吵架，更不会出现一妻多妻的情况。哎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传统。不过我还认为，巴基斯坦应该是很多中国男人心中向往之地第2天一早就出发了，大概2个半小时的火车到达科克罗巴尔市，然后又换乘汽车，又过了2个小时才到达雷达场站。科克罗巴尔位于塔尔沙漠的边上，是当年德国纳粹头子葛皮尔派人去东方搜寻亚利安人遗迹的时建立的一个营地，后来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海德拉巴到阿姆达巴铁路作为中间站点。再后来印巴分治，边界线就在科克罗巴尔以东。在第3次印巴战争时期，科克罗巴尔被印度占领，后来在1972年，印度把科克罗巴尔归还给巴基斯坦了。虽然塔尔沙漠比较荒凉，炎热干旱，但是它的地势狭长，两边都是非常肥沃的农田。对面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都是非常的富庶，印度在那边也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科克罗巴尔的背后就是印度河流域的海德拉巴和卡拉奇。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群和最富庶的地区，因此尽管科克罗巴尔条件恶劣，却是巴基斯坦必须坚守的战略要地。第3次印巴战争是因为印度挑唆当时属于巴基斯坦的东巴基斯坦独立所引发的，因此中国和巴基斯坦走在一起并非是偶然。印度在北面插手和挑唆西藏事务，非法侵占我国藏南地区数十年，然后又挑唆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造成了1000多万人的难民潮。
阿三的帝国野心是由来已久的。我曾经几次接触过阿三，确实感觉阿三跟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人、缅甸人、泰国人，甚至马来人和印尼人都不一样。阿三的骨子里面是比较自傲的，我也不知道这份自傲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迷之自信那种迷之自信呢。反正阿三比较热衷于政治斗争和耍心计，玩心眼，不知道去学习英国人好的地方，只知道学习英国殖民者骨子里边那些阴险坏的东西。巴基斯坦的预警系统都部署在后方100公里左右的欧迈尔戈德。科克罗巴尔之前并非是主力雷达场站，但是自从1998年印巴两国试验核武器之后巴基斯坦的压力突增，尤其是印度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巴方为了保护卡拉奇城市群，而决定将欧迈尔戈德的预警系统升级，成为远程预警系统，并部署防空武器。而原先的欧迈尔戈德雷达场站的预警系统就被转移到了科克罗巴尔。此外，卡拉奇还建有巴基斯坦的重水反应堆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没有部署防空导弹，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如果印度飞机越境过来，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将会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消灭掉。科克罗巴尔距离边境线才40几公里，就算不用飞机，对面的火炮和火箭炮一次覆盖，雷达阵地也就不存在了。科克罗巴尔的雷达场站建在荒原的一个高地上面，装备的是一套美国60年代生产、侦测距离大概在250公里左右的预警雷达。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地的气候炎热，很多部件经常罢工。为了保证卡拉奇的安全，科克罗巴尔必须要对印度方向有足够的了解，哪怕暂时被摧毁，至少也要准确预估到印度方向的异动。咱们说句心里话，一个好汉三个帮，美国那么牛逼，是因为拉帮结伙了一大帮的狗腿子比如北约、以色列、沙特、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等，那帮仆从国盟友都在帮着美国人。咱们好不容易有一个盟友巴铁，人家真心实意的抱咱们的大腿，咱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以前我们执行的是所谓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但是现在我国的利益都全球化了，如果还只是保卫国土，那我国海外的利益就没法去保护了。比如发生在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这个世界永远是靠实力说话的，你光动嘴皮子打嘴炮一点没用，人家实力在那摆着，想登你的船就登你的船，想炸你的大使馆就炸你的大使馆，想去你家门口转悠就去你家门口转悠，你能怎么办？在1998年印巴核试验危机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巴铁真正的支持。实际上的情况呢，巴铁的核试验基础全部来自于毛主席和邓小平那2代领导人给他们的支持。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如果巴铁被印度吞并了，那下一步就是咱们的西藏、青海、四川、新疆。阿三对领土的野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欲壑难填咱们到了炎热干燥的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见到美式的 R175M1 的时候，简直有点参观博物馆或者开老爷车的感觉。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北约的制式装备，洛克维尔公司研制的，已经被使用了大概40年，但是大部分功能还是比较完整。雷达这个东西的寿命一半取决于制造，一半取决于维护保养。可以看出来，巴方的军械维护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经历过3次印巴战争，也一直在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低烈度局部战争，对武器的认知始终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这也印证了孟子所说的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尽管如此，由于长时间在高温和灰尘条件下使用，保养的再好，也有部分零配件实在是扛不住。它的发射单元的3个元件，由于长期大功率满负荷的工作，需要进行必要的更换。但是我们的元器件是参考老毛子的体系设计的，跟美的的体系是完全不相容的。就算知道什么东西坏了，也没有好的办法，也没有零配件去换。第二个原因呢是，当时巴铁还在被20国集团制裁，就算知道型号，也买不到原装的零配件。跟雷达场站的连长卡德尔以及乔杜里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分3步去做。首先，需要卡德尔连长提供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的详细战术要求，
并且要求他跟他的上级澄清一下这个战术要求。第二，我会提供符合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战术要求的中国产雷达的型号。第三，我会向江处长报告，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集讲完了，老铁们喜欢请转发、订阅、分享，谢谢大家。